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Toyota，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加达 Toys 最近刚刚现货的街霸2系列里面强者的象征阿库玛，也是我们的好鬼。这款角色呢，相信大家在玩街霸2的时候都比较喜欢使用啊，因为本身呢，技能组非常的丰富，且有一个非常帅气的一瞬千击的这样一个招式。个人觉得这个角色呢，作为这个我们男主角龙和肯的大师兄来说的话呢，这个角色呢身上充满着谜团，如果不去深挖他的故事背景的话呢，其实光从这个造型来看也是非常有压迫感的。但后续呢，其实有出几个类似于像狮子一样的那种造型啊，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魄力的。不知道加达 Toys 后面会不会出，比如说街霸4啊等一些其他版本的好鬼的形象。那么今天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吧。好的，本次好鬼的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那首先呢，还是非常传统的这个波动拳特效键以及它的支架。支架分成了两端的可动，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啊。而且支撑力度一般般，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反正也不太好去加固，因为它是这种铆钉的这样一个结构。放到一边，特效键还是跟之前的龙的特效键是同模，只是颜色不一样，变成了这个颜色。然后另外的就是这个比例线里面1:12的加达 Toys 街霸2的产品里面，基本上都是会有一颗替换头雕，然后一对替换手型。手型呢是发波动拳的手型，没有什么特别的。那这个价位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配置已经是算是比较良心了。那有可以玩的特效键，有可以去替换的头雕，我觉得就比较满意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在镜头面前360的去旋转看一下这款好鬼身上的细节以及整体的外观表现。背后的这个天字，包括这个串珠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天字都有做还原。我个人觉得整个建模还是非常细致的。相比起它的第一座，就是这条产品线的第一座肯来说的话呢，这个头雕还有这个模具建模的锐度是不是上升了好大一个等级呢？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啊？一开始我会觉得它和肯应该是用的同素体，但是仔细对比之后呢，发现还是有很多区别的，无论是手臂的经络的这个建模，还有这个三角肌以及整个手臂的维度大小都有非常大的区别。但是从这个道袍上来看的话呢，其实设计方面也是属于同源，绳子也是可以像这边的肯一样，把它这个揪揪打开，然后呢把这个套环拿掉，展现出里面的这个素体。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即使打开了这个软胶的上衣，里面的这个素体你也看到，该有做阴影的部分也都有做啊。整体的观感，包括脸部的这些满脸横肉的感觉，都用了这个浅肉色去，或者说这个红棕色去做这个阴影的分布。整体的立体感呢还是非常之不错的，包括背后呢，这种完全看不到的地方也都做了这种阴影涂装。衣服的部分，包括这些暗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用了这个黑色去做了一些阴影，虽然不太明显，但是呢，在镜头面前层次感呢也是拉到位了。而且素体的可动性呢，加达 Toys 一直是有所，就是反正从一开始的第一座龙开始，我就觉得加达 Toys 在这个胸腰关节的设计上面，比麦克法兰还有这边的这个孩之宝，在传统的设计长河里面，一直他们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加达 Toys 反正就很轻易的做到了。胸腰关节挺胸幅度很大，然后弯腰幅度呢也不在话下了。我不知道孩之宝为什么不去做这样的关节，是有申请专利还是怎么样？反正这种关节呢，其实逻辑上来说，我觉得应该都已经算是开源了，只是看你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孩之宝和麦克法兰以及美泰其实他们都没有去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啊。加达 Toys 一次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且切分的方式呢也并不丑。不知道为什么孩之宝和麦克法兰两家这种巨大的这种就是大牌企业一直不去做它的这个素体升级非常的诡异。
然后再来看到这边的替换头雕，我们简单的拔头来看一下。顺带一提啊，这次的串珠呢，它是一个就是跟我手上自己穿的串珠一样啊，都是用的一个弹力线虽然有弹力，但是大家还是不要乱扯，好吧？这个毕竟比例还是太小了。我们一般串珠呢，我喜欢用4股线的穿法去穿，所以说呢，整个弹力和耐久都是有保证的。那这边的这个水晶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单股线的穿法。玩过串珠的朋友们应该都是了解的，所以说强度并不是那么高。那我们边看这个头雕，然后边掰一下这款玩具的可动。头雕方面呢，抬头低头360的旋转没有问题，但是呢，这次我是觉得整个球关呢过于丝滑了，有的时候甚至摆这种大范围的脖子动作的时候，你看它会有一点点虚位，然后再多一点，它就自己弹出来了。头上的这个软胶的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看到它好像是做了一个分件，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脆弱，很软，但是确实有种很脆弱的感觉。然后把上半身如果不脱掉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塑料硬塑料和这个手臂的颜色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色差的。这有一说一啊，该吐槽还是吐槽，估计还是 PVC 材料和 ABS 材料之间呢，确实是颜色很难统一吧。这一点无论是从这个龙的身上，还是后续无论是哪款角色，只要你稍微吹毛求疵一点，稍微看仔细一点，它肯定是有色差的。然后手臂这边的蝴蝶关节依旧是这种，里面有个轴，它这个蝴蝶关节可以进行上下的移动，可以进行旋转，很有意思的这个设计，而且非常紧。往前倾和往后的这个幅度分别是15度和30度，整体的可动幅度呢是非常大，你想做出那种很大魄力的动作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手肘的这个曲肘幅度呢也是超过了90度，二头肌旋转不在话下。手腕外摆内收是一个转轴，类似于海之宝那边的设计。下半身的部分呢，其实胸腰关节刚才聊过，脚部前踢幅度，然后这边一字马没有问题，虽然是一根单轴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强度应该还是有保证的。大腿根部有旋转，然后这个屈膝非常紧，巨紧，第一次的时候超级紧，然后包括这个小腿还给了一段可动，脚部的接地，包括这个小拖鞋也可以做这个脚尖的可动。这一次呢，因为得益于这个脚尖反正我是觉得这款玩具站的是挺稳的，把玩的这个手感也是挺开心。所以说你无论是为了集齐这个街霸2全部的角色也好，还是就单独的冲着好鬼这款角色想把这个龙好鬼等一些强力的这个角色给收了个七七八八，我觉得这款玩具呢都算是Jada Toys街霸2里面的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必入款。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持同样的观点的，下方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虽然我知道就是隔壁棚的这个 ST Toys Arena 系列也会出好鬼，但是那个系列呢，总的来说我觉得定价会偏高一点，而且两者的风格并不是很统一而且就是他选题的这个 Arena 系列里面少年街霸的这些角色我也不太认识，所以个人从情感方面来说，还是会更偏向于喜欢就是之前的这个街霸2的经典好鬼以及后续即将出了什么桑杰尔夫就是我们老桑等一些这种大块头角色。反正我也快收齐了，到时候呢也会一一做视频跟大家去分享的。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你会入手这款 Jada Toys 街霸2的好鬼吗？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我是 Toy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个频道，拜了个拜。